汉武帝用了哪些方法来解决攻打匈奴的财政问题？在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当中，汉武帝派霍去病和卫青各率领5万骑兵深入敌境，成功击败了匈奴左贤王的7万大军以及匈奴的主力部队 1.9 万人，也赢得了封狼居胥的辉煌战绩。尽管这次胜利巨大，但抗击匈奴的战争是一项极为耗费财力的行为。仅仅漠北之战，汉武帝就动员了14万匹战马，耗费了无数钱财。为了全力支持对匈奴的作战，汉武帝投入了全国的资源和人力，所以国内也爆发了财政危机。面对连年战争带来的困境，汉武帝采取了哪些经济措施来化解财政危机，并维持帝国的战斗力呢？首先，实施5铢钱制度，统一货币。货币的统一是经济改革的基础。在吕后和汉文帝时期，国家推行无为而治，允许私人铸造钱币，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发展。可是长此以往，私人铸币对国家的金融秩序就造成了威胁。为了整顿货币体系，汉景帝于公元前114年发布禁令，禁止民间铸币，违者处死。可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完全执行下来，私铸假币的现象依然存在。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家全面加强对货币的管理。公元前120年实施了3铢钱制度，废除了秦朝时期的半两钱。随后汉武帝在公元前119年进一步推出了5铢钱。5铢钱为圆形方孔，上刻5铢字样，规定全国范围内必须使用这一货币进行交易，任何私铸行为都将受到严厉打击。到公元前113年，汉武帝更是将铸币权力集中至中央的水衡都尉，从此实现了对全国货币的统一管理，这也奠定了中国货币的重要基础。其次，实施盐铁官营政策。铁的官营政策主要是通过设立大司农管理的铁官来统一全国铁的生产和销售。国家从服徭役者或者罪犯当中挑选劳力，专门负责炼铁，并且在不具备炼铁条件的地区设立回收旧铁器的机构。这样一来，国家实现了对铁器生产的全面掌控，而普通百姓只能通过铁官来购买铁制品，军队则可以通过国有铁资源获得兵器保障。而对于食盐的管理，朝廷则采取了一种类似于公私合营的方式，允许私人制盐，但私人生产的盐必须统一卖给由国家设立的盐官，再由盐官将盐销售到市场上。通过这种方式，盐的利润归国家所有，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第三，推行军书法和平准法。军书法的核心在于，当朝廷需要某些地方特有的物产时，商人会负责收购并转卖给国家，从而谋取利益。可是有些商人以次充好，获取了不当暴利。为了遏制这一现象，朝廷设立了运输官，专门负责从商人手中统购物产，再将这些物产交运朝廷。这一制度就有效地减少了商人在物资流通中的获利空间，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军书法实施之后，朝廷派出各地的官员统一从商人处购买所需物资，各地运输官之间的竞争使得物价上涨。为了防止物价过高带来的动荡，桑弘羊在长安设立了平准官机构，就是集中管理各地运输官采购的物资。军书法和平准法的相互配合，大大削弱了商人的暴利行为，稳定了国家经济，为持续的战争行动提供了经济保障。第四，向商人征收财产税。汉武帝追求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帝国，其治国理念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和秦始皇的方针有相似之处。法家思想认为，商业会剥削农民，
特别是富商的扩张，导致农民陷入贫困，进一步的加剧了土地的兼并。由于对外战争频繁，国家财政压力巨大，农民的生活日益艰难，而商人却日益富有，生活奢华。为了保证战争的持续进行，汉武帝推行了财产税制度，这主要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凡是从事工商业、高利贷或者囤积居奇致富的商人，不论是否有户籍，都必须向朝廷申报财产。而对于这些富商，每2民财产需要缴纳1钱税，小型手工业者则按照每4民财产缴纳1钱税。其次，为了防止商人隐瞒财产，法律允许举报逃税行为，举报者可以获得被举报者的1半财产，而被举报者则需要前往边疆服役1年。想想看，如此大的奖励力度，那可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最后，商人阶级也被禁止拥有土地和奴婢。这些政策实施以后，许多富商陷入了困境，但是国家财政得以大幅增长，保证了战争所需。通过这一系列的财政措施，成就了汉武帝的辉煌统治，也奠定了西汉盛世的基础，令后世为之骄傲的汉武盛世也由此诞生了。